这绝对是我见到过最牛逼的地下庇护所。当急需藏身的阿土看到眼前的土坡时，他知道这里一定就是他要找的地方。他在地上画出来了一个代表光明的图案，紧接着就开始下挖。此时的森林中非常安静，但夜晚的时候也会有野生物种出没。他必须要在天黑之前将庇护所打造完成。当土坑被挖到一定深度之后，他准备停止下挖，因为这太浪费体力了。紧接着，阿土又在前面挖出了一个突出去的空间。接下来才是展现他智慧的时刻，他先把岩石扔进土坑内。这次阿土准备利用最原始的技巧，在这里建造一个地下超豪华庇护所。他正在使用绳线基准法定位，用木楔和绳索先在坑底内设定出建造的基准框架。紧接着，他利用刚才挖出去的黄土和水配置出泥浆，在基准线外围进行了基础性的敷涂。随后，他将扁平的岩石作为手道承压圈，严丝合缝地压入泥浆中。这套功法可以完成重力自校准基底，岩石在泥浆未干时压入，可以借助自身重量主动找平，并作为永久的定位导引。这样的功法实现了他用最简单的工具，但是却能让岩石保持最大的校准，保证墙体笔直不歪斜。如果此时把这个半成品的坑给你，让你在这里生存2天，可以带3件装备，你会带什么？大胆的说出来，我看看谁带的装备最厉害。稍作休息之后，此时的雷声由远至近，阿土需要加快速度了。如果降雨前他没有完成庇护所，这里有可能就成为动物们的蓄水池了。虽然现在温度不低，但是南部森林的昼夜温差非常大。阿土在庇护所的内部打造了一个壁炉，然后利用泥浆和小岩石做出来了一个烟筒。拿来柴火的他先将壁炉点燃，然后他放进去了2个马铃薯在炉子旁边。这种食物是野外生存最好的，不仅可以长久储存，最重要的是饱腹感非常强。非常幸运的他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了2个大托盘，这给他的建造提供了巨大的帮助。阿土将托盘分组后，一个真正的地下豪宅就开始慢慢的诞生了。木桩被散落的平铺在地下后，他开始测量尺寸，然后将托盘拆下来的原木进行整改。接下来，他将切割好的原木固定在木桩上。传承了父辈木工技术的他，将边角处也做了完美的处理。当所有的原木严丝合缝地固定在木桩后，他在中间固定了一个木桩，然后以它为枢纽，用4根原木呈十字形状固定在了上面。这样的操作能从内部撑住并拉紧整个6边形的框架，完美地解决了多边形结构最容易发生的松散的变形问题。接下来的操作充满了智慧，他找来了很多的枯草，将大量干燥的枯草均匀地填充在整个6边形框架内。厚厚的干草层能有效地切断土壤里湿气上侵的路径，然后他将木板铺在了上面。此时的雨又开始落下，雨水落入地面时，这种地下的庇护所会非常的闷热，而干草层的地垫形成了一个充满不流动空气的绝缘腔，帮他彻底隔绝了地下的湿气和闷热的气息。接下来，他要利用榫卯结构的技巧建造一个屋顶的框架。阿土将6根立在庇护所上方的框架做出凹槽，然后再将带有榫头的原木严丝合缝地放入，整个框架没有用一根铁钉，榫卯结构将这些原木牢牢地锁定在了一起。接下来，他找来一根很大的原木放在了框架上面，当做主梁支撑点。为了结构框架的更加安全稳固，他在所有榫卯的接口缝隙处又敲入木销。之后，他找来了一根很大的原木，将其切割后把里面掏空，这是他庇护所通风的关键。紧接着，他用原木片制作了庇护所上半部分的墙壁。托盘上的木板被阿土一层一层紧密排列地钉在了上面，最终形成了他庇护所的屋顶。阿土踩在了屋顶上，他测试了一下，整体的承重没有任何问题。紧接着，他将剩余的木板切割成了圆形，然后用手摇钻在侧面的原木上钻出来一个孔洞，然后再将空心原木的2侧也钻出孔洞。将原片放入后，再将2侧的孔洞插入木销，它的可旋转式门窗就做好了。这种门窗不仅便于通风，更厉害的是这种造型的庇护所在黄土坡上，谁能想到这里面还能藏着一个人呢？最后一步，
他将入口处利用黄土磨平，然后用木板做出来的2扇门钉在上面。一切就绪之后，他钻进了庇护所。据说这种可变式板凳只有阿土的家族会做。进屋之后，他开始准备今夜的晚餐。他将肉排放进锡纸内，里面只撒上一些简单的调味料，把锡纸包紧之后，就扔进了炉子里面开始烤制。这种锡纸烤肉法更容易保存肉的汁水，在食物欠缺的地方，不使用明火烧烤，可以让食物成熟之后分量会更多。切开锡纸之后，肉并没有变小很多，锡纸最大程度的保护了肉里面的汁水和油脂。阿土切了一块放入口中，我的天啊，这简直是太美味了！没有任何香料的味道，只有木头的烟熏味和肉香。阿土将所有的食物吃完之后，他感觉并没有吃饱。现在的他已经没有别的食物了。他喝了一口水之后，在壁炉里添加了柴火，将庇护所入口的门关上之后，他回到小屋内关闭上了门窗，然后他将节省空间的折叠床打开，简单的收拾之后，他就躺下了。这个小屋承载了太多的智慧建造，非常疲惫的阿土也慢慢的闭上了眼睛睡着了。